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元芳，这刀叫什么名字？回首夜行刀。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便于携带，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哦，元芳，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大人，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可又说不出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第一，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对呀。第二，遍地鲜血，没有一个脚印，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大人，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在永昌县发生的2个案件，与河东陇右剑南3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元芳，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永济庄，你去安排一下。是。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到的。方根生，江南东道颍县人士。大人，您看，那疯子来了。你这老头，胡子好长啊！啊，我的胡子好玩吗？啊？你是太上老君啊？对，我就是太上老君啊！不，你骗我！你不是太上老君！哎，不骗你，我真是太上老君啊！你是鬼，你是无头鬼！鬼爷爷，鬼爷爷饶了我吧！求求你见过鬼吗？啊？鬼爷爷饶了我吧！哎，元芳，你们把他扶到厢房，好好安顿啊！啊，去吧去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看来，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吊在院中的。哦，何以见得？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方根生，江南东道人士。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哦，对，学生愚钝。可是大人，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为什么？第一，如果我是杀人凶手，被人发现了踪迹，一定会杀人灭口，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第二，看他的形貌言语，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不像是被吓出来的。好吧，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
这怎么可能呢？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这一切都证明，这个疯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他想要在永济庄借宿，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以致道生昏乱。这叫气迷心，也叫痰迷心窍，是假疯。您的意思是，他这个疯症可以治？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不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方根生。哪里人士？江南东道颍县人士。来永昌县做什么？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既然是到来亭县，应该走官道才对，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小人听说，穿过永济庄背后的邙山，就到了来亭县。小人贪图路近，这才到了这里。那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非常安全，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啊！鬼，无头鬼！你看到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子？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小人当场昏死过去，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镗。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这个李鬼就是于文成都。恩师，刚刚捕快说，过了西林，前面就是将军庙了。哦。仔细搜查。元方曾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像是一只鸟啊！什么鸟？不，是一只鹰。这只鹰看着眼熟吗？大人，是滴血雄鹰。什么？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前隋名将的鬼魂？不，这世上没有鬼。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不知道。怎么了？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能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2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罢了，请他们进来吧。带进来。去掉铁锁。是。你们先下去吧。是。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永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草民不敢，草民不敢。不是看在你2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草民明白。你2人选出1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1人补充。看什么看？还不快说！九哥，您说吧。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庞九公。多大岁数？今年78岁了。世居于此？正是。
好吧，我来问你，这永济庄与岗上的简家庄有何关系？回大人的话，永济庄就是简家庄。哦，那为何改名为永济庄？这说来就话长了。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这要从简家庄的来历说起了。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我们简姓的族长简小郎，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简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成都勇冠3军，乃沙场之悍将啊！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于是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找到简小郎。你是什么意思，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碾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你到底想说什么？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你要陷我于不义。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不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好，我答应。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卫士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简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说明了前世。宇文成都深为感动，不但重赏了简小郎，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这个简小郎真是好深的心机。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
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是啊，当时窦建德重重地赏赐了简小郎，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简小郎非常惊恐，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据老人们说，将军庙就是简小郎亲自率领简姓族人所建，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想来是这个简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好了，你继续说吧。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简小郎率部下反正，投入了右卫麾下，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3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简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简姓亲属。建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庞姓的流民，因此简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简姓，岗下是庞姓。简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哦，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简家大院。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就是简家大院？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太可怕了！这简小郎为什么要将江家大院建在岗下呢？父亲说，他是为了躲避宇文成都的鬼魂来寻仇，因此才把家建在庞姓聚集的岗下。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过厉鬼的追杀呀。你见过江小郎吗？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你们江姓的族长吗？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自从建庄之后啊，他几乎从来没在家住过。因此，除了江姓的老人们外，真正认识他的人呢，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江家大院被杀的30多口人中有他吗？当然有了。正因为他忽然回到了江家庄，所以厉鬼才会动手的。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简家人的头颅和手臂被供奉在将军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呢。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杀死了简小郎和所有简姓族人的。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是啊。你敢肯定？当然了。连岗下的庞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
也已经传开呀。那简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简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恩师，我全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前夜死在简家大院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简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真想不到，时隔60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2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2位就请吧。那草民就先告退了。怎么，他们都走了？是啊，感觉怎么样？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元芳，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难道我真的错了？不，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恩师，您见到皇帝说什么呀？这你放心，对付皇帝我还是有心得的啊。大人，元芳，剑南陇右河东3道送来了有关滴血雄鹰案的详细资料。怎么说？资料上记载，这3个地方发生的血案，死者和这里一样，都是被人斩去的头颅和左臂。和这里一样？为什么？难道剑南陇右河东3道也有类似简小郎这样的情况，才招致恶鬼前来报复？大人，宇文成都死后，他的部下散落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看来这个恶鬼还不太好对付啊。对了，元芳，有件事情你要去办，请大人吩咐。你马上到国史馆找到负责修撰随书的秘书少监郝大人，调集所有有关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父子以及前隋萧果军的隋代史料，我晚上要用。是。英兄，简直！怎么你也要进宫？本来是要到观风殿奏事，可内侍传旨说，皇帝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刚刚睡下。看来我来的不巧啊！小弟本来想回府，
正好看见兄台的官轿向提相门而来，因此特意在此等候。你我二人虽同为宰辅，但一守内史，一守英台，相见机会无多。今日恰逢，该当好好轻谈一番。言中有骨，你是有话对我说。李怀英果然了得，一目洞穿人心。今日皇帝不能听政，我想最清静的就应该算是朝房了。你我二人到那里一叙如何？正合我意。请。还是老规矩，阁房议事，阁老请。阁老请。阁老资深位重，权掌中枢，理当先行。阁老身负众望，门下充要，还是阁老请。一番繁文缛节，你我兄弟何须如此？请。好，请。要起作用。好了，春香，放开他，让他自己玩会儿吧。不是我，我女儿，还我女儿！贱人，还我女儿！救命啊！皇上，皇上，皇上，把将军拿下！皇上，皇上，太医，快！皇帝又犯病了。正是。前夜皇帝又被恶鬼缠身，差一点儿就玉龙宾天了。简之啊，你今日之所以来观风殿奏事，实际用意是来探探虚实的吧？狄公神算呐！难道宫中真的闹鬼？听说
前夜皇帝急召国师王之远进宫，命他驱鬼镇魔。结果呢？世上岂有鬼灾？所谓鬼怪都来自人的内心。王之远之流在军前妖言惑众，不过是博取信任罢了。简直此言深合我心。不过，皇帝为什么会连连发病呢？这还不明白？大限将至。不像。前几日我为皇帝诊脉，皇帝的脉象可是红博有力的很啊。这些都是假象。怀英兄，请想，一个身强体健的人，怎么会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前来搅扰呢？这分明是皇帝龙体羸弱，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才会屡生幻象啊。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看到的都是幻象？这是当然。以此看来，皇帝时日无多了，你我弟兄也要做好准备。此言何意？怀英兄，这是明知故问了。我知道，你是想趁此时机扶太子正位，还礼堂神器。正是，我已经想好了，一旦皇帝宾天，我立刻命军中卫士严守宫门，密不发丧，而后率兵剿灭武士宗族，扶太子正位。而今朝中重臣有很多是兄长的弟子门生，只要怀英兄振臂一呼，众臣会立刻响应，则大事可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又何尝不想如此？然而，怀英兄还有什么疑虑吗？现在不是时候。哦，为什么？依我看来，此事定有蹊跷。蹊跷？以我的观察，皇帝远远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他头脑睿智，言辞锋利，条理清晰，绝不像是个将死之人表现出来的状态。简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落入他人构中，你我送命是小，陷太子于死地，那就是万死莫赎了。而今天下能封礼堂正朔者，已经是凤毛麟角。因此，你我一定要谨慎小心。可是武三思已经动起来了。梁王者匹夫也，让他先动起来，我们在暗中观察。只要控制住了李多祚、敬辉、桓彦范这些禁卫军首领，就不怕武三思会翻天。如果皇帝真的宾天了，我们立即部署行动也不为迟。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埋伏，动的是武三思而不是我们，太子也会平安无事。有道理。怀英兄，目前圣宫状况不明，小弟有一事相求。你想让我进宫去看一看端倪？你与皇帝的交情非比寻常，只有你能胜此人。我正要进宫面圣。好。陛下！陛下！陛下！皇帝宾天了！太医，怎么回事？我老皇帝宾天了！
冯太医，啊，把皇帝扶起来。哦。春香，拿靠垫。是。官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春香，去拿参汤。是。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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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皇帝临睡前都吃了什么？只喝了一碗安神汤。安神汤？喝一碗安神汤怎么会如此昏迷？这咱家就不知道了。药丸呢？在地上。哦，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我要为皇帝诊病。是，陛下，陛下，陛下。冯太医，你知罪吗？官老，此话从何说起啊？哼，皇上明明是闭气引起的昏厥。你身为太医，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不忘不窃，不诊不断，竟然在殿上高喊什么皇帝宾天了！你是何居心？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惊恐过度，脑海里一片空白，绝对不是有心做这等逆天之事，望国老明察呀！谅你也不敢做这种大逆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救过皇帝的份上，项上的人头恐怕早就搬家了。还不快下去啊！是。陛下醒来，陛下醒来。怀英，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朕醒了？是陛下的脉象告诉臣的。坐吧。臣不敢。坐吧。谢陛下。陛下好些了吗？好一场噩梦啊！本想白天睡觉不会被恶鬼所扰，可想不到这一场噩梦竟险些要了朕的性命。怀英啊，亏你及时赶到，看来这些恶鬼不把朕折磨致死，是不会罢休的。臣听说陛下前夜急召国师王志远进宫，他有什么办法吗？宫中恶鬼作祟，宫外冤魂猖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宫外冤魂猖獗？哦，陛下已经身心疲惫，臣以为就不必以这些琐事来烦您了，以后再说吧。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永昌境内发现无头厉鬼，有许多人被他杀死，村民惶惧不已。啊，有这等事？正是。
而且有人亲眼见到了这个无头厉鬼。长得什么样？身披重铠，手提金塔，项上没有头颅。怀英，现在你该相信这世上有鬼了吧？微臣还是不信鬼怪之事。哦，臣以为所谓宫中厉鬼，宫外冤魂，不外乎2种解释：第一，乃是人心所生的幻象；第二是什么？第二，乃是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烟幕。你指的是谁？这个微臣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世上绝无鬼怪之事。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是庸人自扰，无病呻吟了？臣不敢。罢了，朕不能强迫你相信有鬼，可你也不能强迫朕不信。你我君臣2人，如此罢了。陛下，如果臣能证明这个无头厉鬼乃是人之所为，那陛下您……我从此就不再提鬼。那如果你说的这个无头厉鬼要真的是鬼，臣愿以死谢罪。君前无戏言。臣愿立生死状。好，朕就封你为抓鬼大臣，使职差遣到永昌办案，圣旨即刻下达。臣谢陛下隆恩。右屯尉，乃上之亲勋卫帅。开皇3年，本皇帝即骁卫与过一军，并为效果尉，见军中壮士充任，以血鹰刺左臂。血鹰，血鹰。
皇6年，大将军袁胄反，为文皇所知，卓其庐斩其左臂以击大都，效果为随律此。卓其庐斩其左臂以击大都。内卫，真的是内卫。所谓死者简小郎，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左臂？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梅花刺青。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什么？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据。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官道旁的墓碑。墓碑有什么奇怪的？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
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腰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简家庄中的血案。简小郎啊，简小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如此神秘？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大人，动手吧。放倒墓碑，掘开坟地。是。皇上，皇上，去吧。是。娘。是你呀。您在想什么呢？连日来被鬼魂所缠，无法入睡。你说我还能想什么呀？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娘，这幽冥之事是无可奈何的，您可一定要想开呀。想开？我早就想开了。我16岁入宫，从才人做到皇后，历经血腥磨难，最后成为95之尊，世态炎凉，人心叵测。我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什么大奸大恶、酷吏强官，乃至悍将宿敌，都一一倒在我的手下。想不到啊，到了迟暮之年，竟被厉鬼所致。说起来，真算是个笑话。娘，您别这么说，也许王知远会想出办法的。既已如此，我也就认命了。娘这一辈子经过大悲大喜，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可以说死而无憾。只有一件事令我放心不下。是什么事？我死后，谁继大统？你是说你已经想出了办法？正是。那你说说看。这几天，臣回到首阳山中，
找到了老师虚谷子。我二人经过慎思，琢磨出了一套驱鬼法器，可是恶鬼无法进入殿中。这就是法器。是的，陛下。现在正是洛阳的雷电之月，臣的这套法器，就是要利用这根铁棍，引导雷公邓化的紫电火龙下击，通过裹着兽皮的铜丝，将紫电火龙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一旦有恶鬼进门，必遭紫电火龙轰击而烟消云散，如此可保殿内平安。这管用吗？陛下如果不信，可以今晚为限试验一下。如果平安过夜，就说明此物有用。陛下，这是我师虚谷子亲手制作的安神罩，上有3位前辈法师的驱鬼灵符。临行前，老师吩咐，请陛下在入睡前将此物戴在头上，便可以保证陛下远离噩梦。哦，真的有这么灵？陛下不妨一试。快呈上来。陛下，此物虽不起眼，却能接收天地间的能量，实乃我道家至上法门。今天晚上试一试，但愿有用。60年前的那个晚上，简家大院大小30余口被杀，可偏偏户主简小郎没死。这说明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案发之后，县里派县城来勘察现场。前几天你对我说那个县城还活着，他叫高如进，对吧？正是。简家大院的惨案和简家庄的地址都是他告诉你的？是的。他既然奉命勘察现场，那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尸体中没有简小郎呢？想来是尸身被斩去头颅，无法辨认吧？不对，据高如进所说，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那个高如进是这么对你说的吧？恩师的记性真好，一字不错。他既然在西林中的将军庙里发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他就应该知道这些死者当中没有简小郎。可他为什么将这一点隐去，不对你讲呢？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妄下评断，还是沿着案子的线索走下去。据高如进所说，此案持续了4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什么？阴兵杀人？是的，
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据他所说，那场大火是在简家庄血案4个月之后发生的，对吧？是的。这就产生了2个疑问：第一，如果真的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为什么不在屠杀简家大院的同时放火烧死岗上所有简姓之人，而非要等到4个月之后呢？第二，如果宇文成都的厉鬼是为了报仇杀死简姓所有的人，为什么偏要放走他的最大仇家简小郎呢？再有，人们修建庙宇就是为了供奉神位香火，如果宇文成都的魂魄真的存在，那么西林将军庙就应该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家焚毁呢？这一切既不符合阳间的逻辑，也不符合阴间的逻辑，乍一听起来毫无破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之下，却是漏洞百出。大人，如果60年前那桩案子也不是厉鬼所为，而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巨大阴谋，那么60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和最近发生的滴血雄鹰案，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卑职临台著作局郎朱喜叩见国老。快起来，快起来！请。大人，傍晚才接到少监大人的通报，说国老要到使馆来查阅旧档，不知国老要查哪一库啊？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间的右卫档案。大人，国老请随我来。请。请。国老，从这个格子向左，依次就是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右卫的旧档。有劳了，卑职告退。太爷，这儿有简小郎的名字。备轿。是。陛下，该安寝了。谁知道这东西管不管用啊？陛下放心，婢子在这里守着，只要陛下再发噩梦，婢子立刻将您唤醒。好吧。这里有简小郎的名字。念。简小郎是高祖武德6年加入右卫的，当时官拜游击将军。
还有什么？2年后，姬公至汉阳将军，太宗贞观初，简小郎忽然失踪。失踪？是。书中有没有记载他失踪的原因？大人，你看。这是刚刚撕下不久。据永济庄的庞九叔所说，那个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卸甲归田的，率旧部建起了简家庄。可这书中记载，简小郎是在贞观初年忽然失踪，两下印证，看来这简小郎并不是卸甲归田，而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逃离了右卫军中，并且带走了一部分旧部。这缺的2页正是他逃走的原因，看来这才是本案的关键。我们的对手很狡猾，竟然抢先我们一步销毁了证据。你错了，这恰恰传达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将会毁了他们的计划。如果不是看到这2张缺页，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的。大人，卑职愚钝，不明白您的意思。到了明天，一切就都明白了。恩师，您可回来了？怎么？学生在河南县当年旧党中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哦，第一点是贞观8年，曾有一批右卫军官来到河南县，要求地方官协助追查简小郎的下落。当时接待他们的正是县丞高如进。之后，这批军官竟神秘地失踪了。第二点，简家庄血案发生4个月后，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目的是查找上一批军官和简小郎的下落。学生认为，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妥。档案我带来，您看。一切都明白了。看来，60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血案，马上可以结案了。哟，是太爷呀，里面请。前辈在吗？在，我马上去叫他。恩师，学生到现在还不明白，咱们为什么来找高如进呢？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前辈，不敢劳动太爷，快请坐。你就是原河南县城高如进呐？这位是当朝宰辅狄仁杰，狄国老。草民高如进，不知国老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你叫高如进？是。你不姓高，也不叫高如进，你是简小郎。国老玩笑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你就是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家庄简姓族长简小郎。国老，草民原河南县城高如进，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恩师，他确实是高如进。会不会搞错了，大人？贞观初年以前，
这世上根本没有高如进这个人。简小郎，贞观初年，你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率部下逃离了右卫军中，来到河南县，在邙山深处建起了简家庄。当时除了你的部下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你的真实面目，也没有人知道简小郎这个名字。你为了怕右卫追查，便化名高如进，买通了当时的官吏，替你增补了身份文牒。你便将家人留在了简家大院，而你自己却住进了县城之中。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过简家庄。2年之后，也就是贞观3年，你混进了县衙，坐上了县城的位子。郭老说的草民不明白。哦，是吗？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还是因为你年龄太大？贞观8年，右卫得知了你的下落，派了一批军官来河南县追查。没有想到的是，接待这些军官的人就是你。诸位将军都是右卫军中的监察使？是。那诸位将军来此何干啊？几年前，魏中汉阳将军简小郎率部叛逃，据说是藏在河南县中，因此我等前来，请县城大人协助查找。你们怎么知道简小郎在河南县呢？是他的家人通过秘密途径传出的消息。那你们认识这个简小郎吗？不认识。诸位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协助。这件事你也忘了吗？过了几天，你谎称找到了简小郎的下落，将军官们骗到简家庄，住进了你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的家——简家大院。诸位将军，我已经查清楚了，这个简小郎就住在简家庄，但是他现在出门去了。据村里人说，他明天才能回来，因此请诸位将军在此等候。一旦简小郎回来，我立刻前来报信。好，快！当天夜里，你的部下趁大雨潜入了简家大院，杀死了院中所有的人。怎么样？还要我继续再往下说吗？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简小郎。你真的是简小郎？我就是原右卫汉阳将军简小郎。你既然肯于承认，就说明你还有悔过之心。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说吧。是，简家庄血案4个月后，河南县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他们拿出州刺史行文，严令县中10日之内找到前次失踪的军官和简小郎。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惶惧。我想，看来朝廷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连我的家人都出卖了我。住在简家庄的那些旧部，就更不能信任。他们熟知我过去的一切，一旦露出马脚，我就彻底完了。于是，一条毒计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我先找到了一个叫徐公子的道士，命他散出风去，说是4个月前在简家庄的那桩血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因为我所有的部下都知道我与宇文成都的恩怨，他们听闻此讯后深信不疑，非常惶恐。我又花大价钱雇了一批专职杀手，而后用计将查案的右卫军官骗到西林将军庙中，将其等伏杀。
而后放火将庙烧毁，又率人趁夜来到简家庄，纵起大火，将住在岗上的所有简姓旧部全部烧死，杀人灭口。好歹毒的计策，亏你想得出来。此事结束后，草民心中的惶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件事折磨了我一辈子。你为什么要从右卫军中逃走？贞观初年，军中查出我参与侯军及谋反，因此派人侦讯。我见势不妙，便在营中设伏，杀死了前来侦讯的检校右卫将军孙大成，而后率部逃走。真想不到，60年前的疑案竟然被解开了，恩师，真乃神人也。大人，您是怎么想到高如进就是简小郎的？说起来很简单，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小郎还活着，只是昨天晚上到灵台查证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有关简小郎的旧档被人撕去了2页，而且是最重要的2页。是啊，他为什么要撕去这2页呢？我们到灵台查证，是突然决定，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就说明，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为了阻止我们查证。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挟草民就范。半个月前，草民家中来了一个人。你是高如进？尊驾是。你别管我是谁，我来是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什么意思？简小郎，60年前你做的那件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别紧张，只要你肯合作，我是绝对不会把你的老底给抖露出来的，更不会把你交给官府。他撕去2页旧档，就是为了以此为据要挟高如进，破其旧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简小郎一定没有死，因为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发生兴趣。那么，既然简小郎没有死，他现在一定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人了，而这样的人在永昌县内只有6个。这其中之一就是高如进，他也是唯一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果然，当我回到家中，曾太拿来了旧档，告诉我当年右卫军官来追查叛将简小郎的时候，接待他们的就是高如进。2下印证，于是我断定高如进就是简小郎。天下能行此事者，唯狄公一人耳。哎，高如进，那个紫袍人到底要你跟他怎样合作？他让草民将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临行前对我说，一旦有人问起此事，让我一口咬定是宇文成都的厉鬼冤魂所为，还威胁草民说，如将此事泄露出去，便会将我送交到官府。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国老请说。这个紫袍人怎么知道当年简家庄的血案是你做的？国老还记得那个帮我散布风声的道士吗？我能问个问题吗？那要看我能不能回答了。你们怎么知道简家庄的血案是我做的？还记得当年替你散播风声的那个道士吗？虚谷子。正是。他
还活着。是的，当年事情完结后，你想杀他灭口，没想到让他逃脱了，对吗？我真佩服你，一件大案做下来，竟没有留下丝毫破绽。你要再年轻几岁，我一定请你出山，重操旧业。